太后驾驶了！咽喉肿痛，痛快出击！3金牌桂林西瓜霜含片，邀您收看前情回顾。大人，来不及了。张平，此事就这么决定，你先离开。这大半夜的，柳太傅急找我们入宫干什么呀？是呀，来了又不让我们入殿，他自己在里面干什么呢？来人呐！张平刺杀太后，将他拿下。是。太师果然不会让我失望。眼下，太后已死，计划是否有变？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我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之后我会将皇位禅让出去。禅让？不错，天下有实力之人皆可竞逐。那岂不会引发朝野动荡，天下大乱？这才有趣，不是吗？待太后丧礼上，你我再相会。树林此番设计，宫中可有人侧影？自会有人与你联络。柳太傅，这便是殿内供奉的地心雨蝶。请玉蝶。皇子玉蝶已成，可保百年不紊，宗庙福寿，绵延。有儿其者，皇室后继有人。可笑啊！柳太傅毕生致力于匡扶圣上亲政，维护皇室正统，
没想到扶的却是个假圣上。此刻真龙现世，太傅要如何选择呢？这号角怎么突然响了？这是出事了！看来是出大事了。看那个大事，这里面都是大半夜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刘太傅出来了。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太后伤势恶化，突然驾崩。这太后的伤势不是慢慢好转了吗？是啊，怎么说驾崩就驾崩了呀？圣上还在和南东交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太后扶持社稷，劳苦功高，如今溘然长逝。圣上又远在边关，唯有依靠众臣之力，为太后治丧。时下举国皆知的千秋仪落成在即，老夫提议，将千秋仪的大典和丧礼同办，以彰显太后的功德，告慰其在天之灵。时间还是原定举办千秋仪大典的时间，也就是明夜子时，可有异议？那便这么定了。太傅，葬礼与千秋仪大典同办，不合规矩呀。就是啊。你与太后争了半辈子，怎么临到头来，你变软了？啊！王者为大，还是给太后留些体面吧。就依太傅所言。哎呀，这也太突然了，这明夜就办也太仓促了些吧？蓝侍郎，真龙将在太后丧礼上登基，已成规制，他已交代，由你全权操办，务必谨慎周全。下官明白。看来，属灵是要在丧礼之夜，借柳太傅之力登基，再宣布禅让皇位，让天下有实力之人皆来竞逐。此刻各路藩王都因参加千秋仪大典而齐聚京中，我朝军队又远在南京献御战事，京城守备空虚。藩王们一旦因争夺皇位而打起仗来，将至天下生灵涂炭。必须阻止属灵登基。将军，张平不是凶手，顾太医才是。安侍郎，前面在含元殿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方才蓝某替顾太医遮掩，都是为了从他口中套取更多的消息。区区一个太医，抓来审审便是，也值得蓝侍郎如此忌惮。将军有所不知，这顾太医便是镜湖先生。他祸乱大雍，绑架火烧太后，又假借治伤之名混入宫中，潜伏在太后身边数月之久，还蛊惑太后，疏远了曹将军你和应熙公公这样跟随太后多年的亲信，为的就是控制局面，借势扰乱千秋仪大典，制造更大的动乱。蓝某和张平此番进宫，就是想找太后阻止顾清章，怎料他突然行刺太后。这倒跟张平说的差不多。安侍郎，即便是你不来，我也正要派人去请你。方才张平说他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，但是具体是什么，要一定见了你才能说。
张平，张平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蓝大人，你觉不觉得，今日顾清章突然将太后杀死，实在反常？按照顾清章的一贯作风，是不会将目标直接杀死，而是设计折磨、戏耍。他如此大费周章，要搅乱千秋一大典，报复太后，怎会突然将他一刀杀了？再回顾太后失踪那日，脸被烧得面目全非也就罢了，为何连嗓子也被烧坏了？这么说来，自太后被烧伤之后，除了突然被调到太后身边的刘公公和顾清章，再无人见过太后的真容。而这个刘公公，正是顾清章的暗线。所以我推测，那日顾清章在半月楼绑走太后之后，便将她调了包。回声镇的那场大火中被救回的，一定是贾太后。烧毁贾太后面容和嗓音特征，是为了方便顾清章以假换真。那今天被刺死的，应该就是贾太后。我回想起，树林曾说过，届时一定会天下大乱，什么权力地位，一切都会幻灭。这场戏不好看吗？我不仅要看，我还要邀他一起看。如果这是他的计划，此刻定不会让甄太后轻易死掉。这说明，甄太后很有可能还活着。没错。平将军，宫中四处已经搜过了，没有找到顾太医。那便给我到宫外去搜。是。只怕此时，他也藏至暗处，即将开始他篡权夺位、祸乱天下的计划。曹将军，甄太后还活着，必须尽快把她救出来，这样才有可能阻止顾清章的计划，稳住局势啊！曹将军，您追随太后多年，自然希望她尚在人间。若此事还有一线生机，还需将军早做决定，放了张平，让他去寻太后。熊副将，你派人去含元殿附近搜查太后的踪迹。应喜公公侍奉太后多年，是最熟悉太后之人。倘若他能确认太后遗体是假，且熊副将有所发现，本官就信你。公公，太后身上可有特异之处？太后当年产后体虚，得过水泡疹，因为不想用药影响母乳，累积胎儿，便也没有传召太医。此事只有老奴知晓。完蛋！老奴送太后最后一程，让老奴送太后最后一程吧。小脸如此重大，岂能随意放任？规矩如此，由不得我。刘公公，你让老奴看到最后一眼，我就看一眼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啊！太后啊！太后！太后！这刘公公根本就不让老奴进前，还没等老奴站稳呢，就把老奴给嫁出来了。如此遮掩，必定有鬼。熊副将，可有发现？将军，我已带人将昭德殿附近仔细搜过，但并无藏人迹象。二位，怎么解释？可否去工部借千秋仪图纸一用？礼部督监千秋仪时，我曾看过图纸。难道太后被藏在千秋仪内？
顾新章心思缜密，他既要藏住太后，又要让太后亲眼见证昭德殿内发生的一切，能同时满足这2个条件的，唯有此处。千秋椅的基座上恰好有一排气窗，与昭德殿的高度齐平，能将殿内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。可是这千秋仪外部已经全部封死，进不去了，所以熊副将也搜不到那里。你们看，千秋仪地基下的水利驱动室内有一条修缮用的通道，可直通内侧检修。此水利驱动室与皇宫的主渠相通，可从外部进入。曹将军，事不宜迟，要抓紧找啊！皇宫主渠历经数代，年久失修，部分路段都已经荒废瘫疲，谁能第一时间找到路？更何况，如果我们找营造处的人带路，岂不走漏了风声？我愿去找。熊将军，你随张平去，本官等你们消息。是。来人！张平，我必须主持大丧，控制节奏。我会尽量为你争取时间。寻找太后的事儿不能相助，你千万小心。大人放心。蓝大人，如果在大典的时候，我还未给你回信，恐怕我已经凶多吉少。你放心，若真到万不得已之事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大人保重。旭东，你跟了我几年了？9年了。 9年前我刚入仕途，前途未卜。那时属下还是个亡命之徒，见惯了这世上的险恶，早已心灰意冷。直到遇见您，蒙您不弃，让我随时左右，属下一直感激不尽。 你的恩早就报完了，你不欠我什么。大人，你去库房中把银子取出来，分给飞星和6月，还有其他仆人吧。属下不愿意离开您。去吧。 这里就是皇宫主渠的入口。何人？陈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这是蓝大人让我给你送来的。 拿着，东西给我送到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别牵扯进来。
我这人既然都来了，当然是要留下来保护你啊！蓝大人还让我告诉你，千秋仪子时揭幕，顾清章会在那之后登基，所以我们务必在子时之前找到太后。 昭告国丧。请太后承福。大拥太后。江兄，我怎么觉得这儿阴飕飕的呢？这风吹得我直发毛。 你想多了，攻城暗渠历经数朝，很多地方都年久失修，灌风进来不足为奇。江兄，永宣念1年，岁次庚子3月，疑似朔日庚申，懿德太后崩于含冤殿，玄彬于大内昭德殿内，因南境战事危急，今上远征在外。 着众臣直通丧而怀旧，痛国母亦贤悲。臣兰爵奉诏，感献为曰：大元轻生，大方浑宁，日正阳德，月思殷旨。江兄，我们到底该走哪条路啊？这地下都分不清千秋云是哪个方向的了。这条暗渠中淤泥甚多。 像是地下施工时丢弃的废土。这条最为宽敞，也有可能通往水利驱动室。有人！哪有人啊？其他2条暗渠的蜘蛛网上都有灰尘，还有蚊虫的尸体。这个看起来是刚解的，说明不久前有人走过。亲义犯之不忘，呜呼哀哉！张平，你找到了吗？吉时已到，封官。怎么了？有股香味儿。郁金花又高了。水银都是贾太后小脸用的。 快走！
兄，你干嘛呢你？把他们带走。主上。 你的确很聪明，但你不该处处与我作对。如今这局面，我想念旧情都不能。你把刀藏哪儿了？你猜错了，太后并不在这儿。今天。 你们只能给他陪葬了。张兄，你再想想办法，我不想死在这儿。别管我们，快去通知曹庆去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你！张兄，龙霄，拜见圣上，这是臣为圣上登基送上的礼物。张兄，你不要吓我，你没事吧，张兄？张兄，张兄，你没事吧？张兄，你撑住啊！张兄，你不要吓我！顾新章，我跟你拼了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顾荣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世道就是此般险恶。他为了苟且偷生，转头就可以背叛你。这样一些人，值得你拿命去救吗？ 就算重来1万次也值得。你厌恶的世道，也有我娘家的人。其实他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，他当初也会救下你。太后到底在哪儿？太后在一个更合适她的地方，正享受着这一切。顾若，等下见到阿娘，代我告诉她，我很快就给她和她的族人报仇了。 你放开我！给我滚开！姓顾的，你个猪狗不如的混蛋！你有什么资格提正品的阿娘？他娘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你有本事把我杀了！你把我杀了呀！把我也杀了呀！慢，留他性命，为苦若收尸。 江兄，江兄，你不要吓我！江兄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你不要吓我，江兄！江兄，子时就快到了呀！江兄，你醒醒呀，江兄！江兄，你醒醒啊，江兄！ 若大典时，我还未给您传信，必是凶多吉少。
恭送太后！恭送太后！移驾灵柩。且慢！还有一至关重要之人未曾拜别太后，岂能抬棺？何人？自然是太后的亲生子，流落在外的真龙血脉。见过圣上，这是庆丰15年，先帝亲封的太子。圣上如今正在南境御驾亲征，这个太子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莫不是你要趁着地位空虚，意图谋反？老夫历经3朝，乃2代帝师，为大雍尽忠50余年，一心匡复皇室正统，怎可能意图谋反？是啊，莫不是其中另有隐情？各藩王、节度使都在京中，局势微妙，若稍有不慎，鬼啊！鬼！鬼啊！太后驾驶啊！
了。